开始吧。可能是因为 AKS-749这款枪在电影当中的出镜率非常高啊，最近几个月呢，很多水弹工作室开始加大力度安排这个型号。一开始听说斗趣也做了 AKS-749，其实我是拒绝的，毕竟呢前有 MSD 开局，警民12代随后登场，分家后的石铁兽继续跟进，那斗趣的进场已经算是很晚了。不论是性能还是做工，好像市面上的 AKS-749都已经有了像模像样的产品。不过，就像水弹 AR 一样，哪怕是2020年回归的思俊，依然能把 M4这个型号玩出点新花样。所以啊，咱们不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看看斗趣能把746这个型号搞出什么名堂。盒子正面一个硕大的五角星 logo， 侧面的英文有点迷糊啊 ，Russian Style Modular 我都能理解。这个 Model Level 我想了半天，大概是想表达模型级的意思吧，属实企业级翻译。内衬应该是花了心思了，抗震效果看起来还不错。斗趣这支 AKS-749最初是以外壳套件的形式发售的，我拿到的这支样品是安装了斗趣自家3号波的整枪版本，算是初代的试制品吧。很多问题现在已经反馈过后进行了修正。发射器的折叠后托需要自行组装，原厂还送了一套黑色的替换零件，可以替换掉保护色火帽和镜条座。更换后托卡扣需要拆解波箱，我这种懒人就先把火帽和镜条座换上。拿在手上的第一眼，我的目光就被实木护木吸引住了，正儿八经的黄花梨木头，经过处理以后，表面已经刷了清漆，同时保留了木头的凹凸纹理。盘是不用盘了，拿在手上直接就是原汁原味的苏维埃。罩门、大拨片和扳机护圈3处金属件的表面零化处理，让整只发射器看起来很有沧桑感。AK 嘛，要的就是战损的味道。发射器全重 1.5 公斤，比 MSD 和警民的同款都要重不少。重心集中在机匣内部，看来波箱用料很足啊。后托展开，全长67厘米，折叠厚50厘米，比例还原真铁。尼龙一体机匣从右侧看过去，机匣切削槽、销钉孔位和快门机刻字都有不错的细节。钢制快门机大拨片，灰黑色表面模拟了零化处理的粗糙质感，厚实的钢材也保证了强度。只是拨动的时候，内部齿轮咬合不够精确，档位很肉，而且容易回弹。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得到了修正。枪机拉动顺畅，手动行程达到60毫米，接近全行程的状态。顶部的罩门底座和大拨片一样是钢材质，两档可调节的尼龙罩门，刻字细节也没有落下。机匣左侧是刚刚换上的黑色尼龙进条座，3颗螺丝固定的很结实，包括弹匣释放卡榫在内，整个扳机护圈组件也都使用了和大拨片、罩门底座一样的零化钢制材料，拨动起来非常有安全感。握把的咖啡色是为了模拟真铁使用的玻璃纤维材料，底部有一个不锈钢的螺丝用来固定电机座。荧光橙色的弹匣设计非常有意思啊，抽屉式的结构在顶部和侧面都没有装弹口，我研究了半天才发现要推开底盖才能装弹，终于不用担心抠断指甲了。弹匣触片做在了背部，有效避免接触不良的问题，同时弹匣井里可以看到簧片触点，很适合 AK 系这种弹匣固定结构。和其他品牌的749系列一样，按下后方的金属卡榫就可以打开机匣盖。转轴的弹簧力量小了一点，导致机匣盖没法自行弹起。这里可以看到回膛结构简单可靠，用一个和垃圾柄联动的金属挂钩拉住天梯尾部实现回膛。向前推动不锈钢的附近簧导杆，可以拆下整个回膛组件，去掉这片金属挂钩还能移除回膛功能。对于追求性能的下场玩家，这个结构还是很友好的。打开机匣盖以后，就可以取下上护木安装电池。电源使用了小天宫接口，电池仓空间有些局促，勉强装得下10厘米左右的电池。下护木两侧可以看到卡在机匣上的簧片，这个细节还原十分好评。前准星座通过2根销钉卡在尼龙外管上，左右晃动很明显啊，连带着上护木也会有些松动，这个固定方式需要改进。
喇叭口消焰器通过23毫米的转接环固定在外管上，转接环使用机敏螺丝锁死，可以看到外管上没有螺纹。铝合金内管伸出外管6毫米，配合消焰器的13毫米内径，安装上旋很方便。尼龙三角后托转轴是铝合金材质，前端装好了金属背带扣。尼龙偏软的现象不可避免啊，有条件的话呢，换一个金属后托一劳永逸。整只发射器拿在手上分量很足啊，钢制小零件观感非常舒适，机匣用料比较厚实，加上原厂的黄花梨实木，把玩起来手感一流。不过快速拉动垃圾柄有时候会拖出轨道卡住，不能用太大力气。装上11.1伏电池，射速达到18发每秒，回膛机构工作稳定，甚至还有一点轻微的后坐力。使用滴滴工坊的新款加印乳白弹，初速在75以上，这个性能足够满足下场要求。敲出枪管节套上的销钉，分别拧下大拨片、机匣和握把上的固定螺丝，把固定3通的底座打开，底下就是铝合金压铸的枪管节套。斗趣3号波的用料比红龙波更胜一筹，外壳螺丝全部使用了内埋螺帽的 M2 内漏角，波箱的配置也相当豪华，8毫米开放式轴承，粉压金属齿，不锈钢全气量气缸，金属钢头，原厂做了调齿和气密，除了没有使用快拆尾顶，整个波箱几乎没什么槽点。据说拉桥和天梯齿柱也经过了优化，开锁时间更长，可以适应更高射速，对于升级预留了一定的空间。就我上手的样品情况来看啊，斗趣这款 AKS74U 外壳设计细节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优化，像前碟晃动、快门机跳档这样的问题啊，很影响体验。但总体来说，这支 AK 的用料还是很足的，钢制小零件、实木护木、高配波箱，基本上该有的配置都拉满了。横向对比来看，相比其他几家同型号的发射器啊，斗趣的 74U 算是配置最高的一款了。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，斗趣工作室一直在进行改进和优化，对于喜欢折腾的水友啊，这支 AK 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期测试用的新款滴滴工坊乳白弹，老板很大方的提供了30包水弹，我一个人也用不了啊，就抽奖送了吧。评论区留言聊一聊你对斗趣 AKS74U 还有哪些改进的建议。下周5抽6个人，一人送5包滴滴乳白弹，帮你打到手。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水弹论坛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